我曾经很喜欢研究压片，闲着没事就用控制变量法去测试各种参数，并且会把压制成果分享到论坛。有道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今天我会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深入浅出的为你讲解如何科学的压制视频。首先需要了解一些有关格式的基础知识。我们经常看到的 FLV、MKV、MP4 这些文件后缀名叫做封装格式，也被称为容器格式，可以把它想象成杯子，杯子里面放的是什么？好不好喝与杯子没有太大关系。把可乐从塑料瓶倒进酒杯里，它本质上还是可乐。容器与视频的清晰度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多人认为 MKV 是高清， FLV 画质差。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 MKV 视频是来自 PD 站等各种下载站，里面的高清视频几乎清一色使用 MKV 封装，也就让人把 MKV 和高清画上了等号。而 FLV 主要来自在线视频网站。早年国内在线视频网站的画质很差，网友下载到了渣画质的 FLV 视频，下意识的觉得 FLV 很垃圾。实际上 MKV 与 FLV 是可以无损转换的。说回 MKV， 为什么你在论坛下载到的高清视频几乎都是 MKV 格式呢？因为 MKV 支持的编码格式非常多，而且支持多音轨、多字幕，自然成了发布者的首选。H.265 是一种视频标准规范，X265 是遵照 H.265 标准写出来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编码器，是软件，是工具。H.265 编码器有很多， X265 只是其中之一。这个编码器使用 CPU 编码，兼容性好，几乎所有的电脑都能用。还有一些编码器使用显卡编码，速度会更快一些。早年显卡编码等于渣画质，但是现在显卡编码与 CPU 编码的质量几乎不相上下了。当然前提是你拥有新款的显卡。对于英伟达的 HEVC 编码，最好用 GTX 1660或更高规格。之前的显卡并不支持 HEVC 逼帧，逼帧是提高压缩率的关键之一。什么是逼帧呢？简单的讲一下，视频是由一帧一帧的图像组成的，有 IPB 3种类型的帧。I 帧是帧类压缩，就像一张完整的JPG 图片。P 帧和逼帧就涉及到帧间压缩。帧与帧之间的相似度越高，就越容易被压缩。关于这两种压缩方式，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这里就一笔带过吧。想要转换出高画质的视频，首先你的片源画质要好，我们普通人也不可能去做主帧修复什么的，所以片源就至关重要。第二个关键点就是选用优秀的编码器，像 X265、NVENC 都是非常优秀的编码器。考虑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新款的独立显卡，本视频主要讲解 X264、X265 这些仅使用 CPU 计算的编码器。选定了编码器以后，新手一般会直接选择一个码率。常见的 1080p 视频究竟该用多少码率？用多了浪费，用少了变成渣画质。其实每部片子的复杂度不同，比如用固定机位拍摄的人物访谈视频，可能用 1000kbps 码率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观感。但是如果换成在森林中奔跑，即使用 3000kbps 仍然是渣画质。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的用某个码率去压片，而是应该给出预期的质量值，让程序自己决定用多少码率。这样既不浪费存储空间，又保证了画质，这才是最优解，两全其美。现在终于说到了今天的主题，码率控制。以 X264 编码器为例，它有3种码率控制方法，这3种方法用了各自的码率分配方法，就像是分蛋糕，可以平均分，也可以按照每个人的胃口大小来分。平均分的话，有些人吃太饱，有些人吃不够。好，说回正题，第一种方法是 Bitrate 模式，即目标平均码率模式。如果你需要严格控制体积，可以用这种模式。细分下来有 ABR 和2pass 2种方法，3pass 甚至更多 pass 也可以，只是没必要。在这里纠正一点，不少人把 Bitrate 模式称为固定码率、恒定码率，这种说法不正确。X264 无论使用哪种方式编码，都是可变码率，只是相对来说 ABR 模式的振幅最小。ABR 即一次编码，通俗的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编码器在工作时无法了解整段视频的复杂度分布，因此会造成质量的不均衡。比如某段视频前半部分运动激烈，后半部分多为静态画面，那么用 ABR 模式编码时，会造成前半部分质量过差的现象。2pass 即2次编码，第一趟编码主要是摸清视频的情况，第2次编码时可以更合理的分配码率，该高则高，该低则低。如果你重视质量并且需要严格控制体积，可以用2pass。注意 2pass 相比 ABR 转码耗时几乎翻倍， ABR 和2pass 我都不推荐大家使用。第二种方法是 QP 模式，恒定某个量化值。什么是量化值呢？通俗的来讲，就是软件认为的某种级别的质量。
就好像我们在压缩节、P 截图片的时候，可以选择某百分比的画质，这种方法不常用，这里就一笔带过吧。第三种方法是 CRF 模式 ，CRF 是在 QP 模式的基础上开发的，也被称为恒定质量模式。在此模式下，降低了某些不太重要的帧的质量，因此可以做到 QP 模式和 CRF 模式取同样的值，转码后 CRF 模式的体积会更小，而肉眼难以察觉两者在画质上的区别。CRF 默认的值是23，取值范围是0到51。值越低，画质越好；值越高，画质越差。每个人对于画质好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吹毛求疵，有的人要求不高。你能接受什么样的 CRF 值呢？在看完本期视频后，不妨试一下。X264 有个参数叫 preset， 从字面上你就知道这是预设，它组合了一些对转码速度影响比较大的参数。只要调整 preset， 这些参数就全部调整，很方便，无论对于高手或者小白都可以用。Preset 大约有10个值 ，Very Slow 是鸦片组常用的预设。俗话说慢工出细活，曾经一部电影压制10小时以上是很常见的事情。在不同的模式下 ，Preset 有不同的作用。在 Bitrate 模式下，使用较高的 Preset 可以获得更好的画质。在 QP 模式或 CRF 模式下，使用较高的 Preset 可以更节省码率。当然，这些参数也有边际效应，比如把 Preset 从 Very Fast 改到 Slow。提升是明显的，但是从 Very Slow 改到 Plausible， 提升就非常不明显，而压制时间却令人难以接受。另外，我要告诉大家，当码率非常高时，参数的作用也会被削弱。比如某 720p 的码率高达20兆，你用 Fast 或者 Slow 预设，不可能看出两者在画质上的差距。高参数在低码率下的作用更明显、更有效。现在我考考你，遇到这样一个情况，你想把某视频导入 Premiere Pro 剪辑，但是格式不被支持，要先转换一下，那么应该用什么参数呢？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在格式方面，应该转换成主流的 H264 编码 MP4 封装，其次尽量不要损失画质，而且转换速度尽量要快，所以我们使用 X264 的 QP 或 CRF 模式，为了保证画质，质量值最好低于20，然后使用较低的 preset， 这里我用了简单的数字来代替冗长的值， preset 的10个值可以用0到9来表示，默认值是5。如果你想改成 Bitrate 模式，删去 CRF 参数，改成 BV， 后面写上具体的码率，别忘了加上码率单位，常用的有 K 或 M。请注意 CRF 参数只能在 X264、X265 编码器中使用。对于像英特尔英伟达显卡编码，你可以用 BV 指定码率，或者 QV 指定质量。各个编码器有不同的参数，输入帮助命令就可以获取使用手册。比如你想知道英伟达显卡 HEVC 编码器的用法，可以输入以下命令。BA 可以指定音频码率，为了保证音质，通常来说每声道的码率应不低于 64kbps， 那么立体声的码率最好不低于 128kbps， 这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如果你想减小音频体积，降声道数也是一个办法。比如片源是 5.1、7.1 声道的，可以加一个 AC 参数， AC 就是 Audio Channel 的简写， AC2 表示降为 2.0 声道， AC1 表示降为单声道。对于人声，其实单声道已经够了。FFmpeg 集成的编码器有上百种，常用的其实并不多，我已经列在了屏幕上，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截图保存。总结一下，如果想压制小体积高画质的视频，首先是要选择高效的编码器，然后用合适的码率控制方法，在你能接受的速度范围之内，尽量把参数提高一些，这样就能提升压缩率。除了以上3点，还有一个因素是噪点。噪点是非常消耗码率的，如果片源有很多噪点，需要先做降噪处理。关于降噪的话题，这里就不展开了。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这可能是全网最通俗易懂的码率控制方法解读了。如果你觉得视频有用，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